们人会因为年纪大受伤或是一些脑部疾病而出现失忆的状况，但是你知道吗？有人只是去演唱会没有受伤，而且超爽的，但事后竟然完全失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演唱会失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有看过8点档的人呢，肯定对于里面的角色动不动就会失忆的剧情桥段不会太陌生。可能是主角出了车祸，或是撞到头，醒来就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开始一连串狗血的神展开，让人忍不住想要吐槽说，人哪有那么容易就失忆？但是最近国外还真的出现了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失忆案例。就在今年呢，歌手泰勒斯举办了10代巡回演唱会之后，一些歌迷就在网络上面表示，自己在演唱会之后出现了失忆症的状况，记不得泰勒斯唱了什么歌，还有一些演唱会的细节。好好的参加个演唱会却突然失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人的身体因素吗？还是说其实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对，还真的有可能。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喜欢2D 动作冒险游戏的朋友，你有听过《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吗？曾经在 Steam 上面获得 96% 压倒性好评的 Labi 开发团队在今年推出了同类型的新作 Tevi。Tevi 是一款像素风格的2D 横向卷轴动作冒险游戏。在这款游戏当中，你将扮演身手敏捷的兔耳少女，并展开冒险。玩法不只保留前作玩家超爱的各种优点，还增加了全新连击动作系统，地图呢还有关卡也大幅进化。目前在10月10号开跑的 Steam 新品节里面 ，Tevi 还有特别提供 Demo 版让大家试玩。如果你对 Tevi 有兴趣，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到 Steam 把 Tevi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让你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游戏的最新消息哦。去完演唱会之后失忆的状况呢，其实真的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演唱会失忆。这种失忆的程度可大可小，有些人可能只是不记得一些片段，但也有些人是完全不记得自己有到场。像是呢，国外的 Reddit 论坛上面就有网友表示，自己记得泰勒斯演唱会前跟后发生了什么事，但中间的过程完全是空白的。另外，也有一位25岁的泰勒斯粉丝珍娜说，又不是朋友的录影他根本不记得泰勒斯唱过 Better Man 这首歌。而在台湾的 Dcard 也曾经有网友分享，明明去参加了韩团 SHINee 的演唱会，却不记得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的经历。整个过程就像是梦一样，只有满满的感动跟满足。但是对于没有经验过演唱会失忆的人来说，这种体验真的有点神奇甚至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怀疑他或许根本就没有买到票，一切都只是幻想的吧。毕竟在没有酒精跟药物的影响下，整个演唱会都会失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人在生理上面面对兴奋跟压力的事件会出现的生理反应其实很类似，尤其是像在演唱会这样的情境声光效果非常强烈，周围的人的情绪又都异常的激动，我们的身体会以为现在是处于什么危急的情况，要马上做出应变，所以我们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肾上腺素跟皮质醇等等的压力荷尔蒙升高的状况，让身体进入一种备战的状态。同一时间呢，大脑当中处理情绪的杏仁核也会被激发。一般来说，杏仁核活化的时候呢，会帮助我们形成记忆，比如说某次的生日特别开心，就会印象深刻好几年。但是如果杏仁核被过度的激发，让人的情绪太强烈，它反而会阻碍记忆的形成。这是因为人的身体会觉得，在情绪感受很强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所处的环境有些危险，所以为了生存，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来面对当下的威胁，而其他呢像是记忆什么的能量就会节省下来。就好比假设我们在森林里面遇到了熊，那我们大概不会花太多的脑力记住熊的耳朵有多大，脚底下踩着什么样的植物，我也会记得的大概就是我要怎么样求生。那再回到演唱会的情况，一个人陷入情绪极度高昂的状态之后，身体也会因为要节省能量，限制新记忆的形成，也就造就了可能有些人会失去片段或者是全部的记忆。所以说，这是不是也就代表着不只是演唱会，所有会让自己超级激动或是超级嗨的情境，都有可能让我们引发失忆呢？
除了演唱会，有一些会让自己情绪过度激动的事情，都可能引发短暂的失忆，而且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一些不小的困扰。举例来说，有些人在自己的婚礼当天呢，可能会因为太兴奋，不记得另外一半穿了什么样子的礼服，或是忘记身边的长辈跟自己说了样什么事情，然后呢，事后就会被误会是自己根本就不在意，或者是不用心。哇，悲剧哦！如果呢你有这样子的经验，记得传这支影片给你的另外一半。好的，那话说回来，除了演唱会或是婚礼之外呢，其他像是巨大的创伤啊、压力等等，也可能引发身体的保护机制，让自己不记得或者是压抑着一些可怕的细节。另外，有些失忆呢，并不是由外在事件触发，而是因为药理或是病理的机制造成的。我们可能常听到有人喝酒喝到断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酒精在身体里面浓太高时，会阻碍大脑里面的海马回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这就造成虽然断片的人可能仍然是醒着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完全不会有新的记忆形成，也就不会记得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疾病的部分，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老化而产生的失忆症跟阿兹海默症之外，但其实癫痫也会让人出现片段性失忆的状况。过去就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老师，突然开始出现恍神、失忆、说话不连贯的状况。一开始呢也不知道原因，一直到开始出现全身抽搐的这个症状，才被检查出是罹患了癫痫。总结来说，引发短暂失忆的原因可大可小，可能只是自己一时间的情绪过于激动，但是也有可能是疾病的征兆。所以如果发现自己记不得一些身边的人告诉自己的事情，可以先想想近期自己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才会激动，或是有没有服用药物。如果都找不出可能的原因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跟检查。那除了找出原因，有些人更想做的其实是把记忆找回来，这是有可能的吗？一般来说，病理或是药理所导致的失忆，因为是直接影响大脑记忆形成的过程，所以要恢复记忆会比较困难。但是像这个演唱会失忆这样子因为情绪过度的激动，害到短暂失忆的状况，多半呢在好好休息之后，多多少少可以恢复一些。而恢复的秘诀就是要尽量让自己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给大脑一些线索提示。举例来说，如果先生忘记太太在结婚典礼上面穿的礼服是什么样的颜色，与其生气的对另外一半下达最后通牒说再想不起来就离婚，不如试着用聊天的方式先回忆一下当天在哪里吃喜酒，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才比较可能让记忆再度的浮现。但是当然这可能是过度理想化的状况，因为一般人在面对忘记事情的时候，除了自己会很焦躁之外呢，身边的人更是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在这样子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不如先转移注意力，把这件事情缓一缓，去做其他不相干的事情，冷静一点之后再回过头来讨论。很多时候呢，自己绞尽脑汁想破头的事情，会很轻易的在洗澡或是通勤的时候，又突然的从脑中冒出来。但刚刚提到这些呢，都是事后让自己回想起来的方法。那如果你今天要参加一个一辈子都不想忘记的重要活动，可以怎么样让自己一开始记忆就很深刻呢？首先呢，可以善用正念的技巧，试着让自己的注意力维持在当下。也就是说呢，在感觉到自己开始因为兴奋激动或是紧张，心脏蹦蹦跳，呼吸急促的时候，有意识的慢慢吸气、吐气个几次，然后让眼睛环顾四周，在心中呢默默把自己当下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默默念出来给自己听，想象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色。那如果感觉自己的身体因为情绪激动过于紧绷，也可以试着伸展、随手动动脚。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一些技巧跟练习，降低心理跟身体的紧绷感，让身体知道环境里面并没有什么样的威胁，没有必要随时准备应战。然后藉由有意识的浏览环境跟所发生的事情，让一些细节登录，长期的留在脑子里面。我们觉得演唱会失忆最有趣的地方是，虽然当事人会记不清楚当下发生的一些细节，但是过程当中的情绪跟感动却会深刻的留在脑中。直觉上来说，这种状况呢好像很难想象，但仔细一想，可能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多少也是会有一些过了很久的回忆，是不记得细节，但还是有留下感觉的事情。比方说，我小时候第一次跟家人去日本的回忆，即使过了10几20年之后，还是会记得当时的心情有多新鲜，有多开心。那虽然可能具体去了哪些景
景点玩了跟吃了什么，不一定会100%的记住。而我们现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几乎人人的手机都可以拍照跟摄影，即使呢有忘记的事情，也可以靠这些影像记录去回忆。但是回到演唱会失忆的状况，最后还是要不免俗的提醒一下大家，不管去哪里狂欢，一定要确定自己去的地方还有陪同的人是安全可以信任的，否则要是嗨到失忆，醒来发现自己在陌生又没有熟人陪伴的地方，真的也是蛮可怕的。那就我们自己而言如果是在可以确认人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也会蛮想要体验看看，能够参与一件让自己100%投入于当下的事情，然后嗨到忘记我是谁，我在哪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啦。那最后我也想来问大家，你有曾经情绪激动到记忆断片过吗？ A 有，曾经因为兴奋过头，事情过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B 有，曾经有因为压力大到忘记自己是怎么样度过的。 C 没有，而且也很难想象有人会因为情绪太激动而失忆。对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演唱会失忆。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曼德拉效应以及正念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